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官方磕 CP 真相曝光，赵丽颖零更新到底磕了什么？娱乐圈的风云变幻真是让人眼花缭乱。尤其当磕 CP 成了一项流行文化，每个明星都可能被推到爱情舞台上进行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。今天的话题就跟这一场浮华戏剧脱不了干系，谁懂啊？官方下场磕赵丽颖零更新 CP， 这次不会是真磕到了吧？这个话题从刚一蹦出来就炸了，别说是站在键盘后的小编我，就连圈外人都忍不住掏出瓜来吃。这场官方磕 CP 的操作能真磕到吗？话说赵丽颖和林更新这对搭档大家也都不陌生了，从《楚乔传》到《与凤航》，这对荧幕情侣早就圈粉无数，粉丝们看的那叫一个开心，气氛一度温暖到能用甜如蜜来形容。但你知道的，娱乐圈嘛，从来不缺热点制造者，尤其是当官方也加入这场情感游戏时，我忍不住怀疑，这到底是为了爱，还是为了更深的什么？说实话，官方这波磕 CP 的操作，简直有点像是在摧残我们这颗本来已经很不稳定的追星心。刚一开始，还真让人觉得两位主演的互动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有火花，越来越自然。但放眼整个娱乐圈，大家知道这种套路早就被演得炉火纯青了。你敢保证甜蜜背后没有精心安排的营销手段吗？如果说演员们对这些过度渲染的戏剧性情感有时也是感到头痛，那就不奇怪了。我想站在粉丝角度，谁不希望偶像真的真情实感，戏里戏外都能甜蜜互通呢？但要是忽略了这些粉丝梦的背后，其实有多少资本的影子在深深地操控着这些爱情故事的走向，那么这样的甜蜜就不再那么美好啦。官方营销的背后，有多少让人不得不怀疑的剧本？这些真实的浪漫究竟有多少算计？演员是真心，还是在这场戏里只是扮演了一个角色？说实话，不是我想批评这场 CP 炒作，但能看到粉丝们又爱又恨的情感纠结，作为旁观者，我有点感慨。你会发现，当真爱成了可以调度的商品时，作为粉丝的我们，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这场商业博弈中的棋子。更滑稽的是，有的粉丝看得明明白白，仍然义无反顾地站队支持这种爱得深恨得狠的戏码，简直就是娱乐圈的套路宝典。其实这么多年看下来，娱乐圈的甜蜜营销让人越来越麻木。每当某对荧幕情侣被拉出来磕一番，我们是否也该反思一下，自己到底是不是已经被这些包装的过于完美的爱给欺骗了？你看赵丽颖和林更新这对甜蜜 CP， 从开始到现在搞得像是甜蜜的象征，但等到一切揭晓，这份甜蜜的背后藏着的却是更复杂的利益博弈。更不必说那些粉丝们嘴上喊着不在乎，心里早已提前粉转黑了。娱乐圈的现状不外乎如此，商家、剧方、明星，谁不在其中扮演着设计师的角色？不过也不能怪观众，因为粉丝真心希望看到偶像的真诚，只是这个真诚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成分呢？娱乐圈这场表演，一场比一场更逼真。明星们在荧屏前演戏，粉丝们则在屏幕后投入真情，那种用爱情来牵动粉丝情感的操作，也真是太有前途了。用力过猛的话，娱乐圈的爱情梦也许最终只是场空中楼阁。话说回来，这场官方磕 CP 的操作，也许根本就是一种自我调侃。你看，娱乐圈可不就是这样吗？越是过度包装的爱情，越能引发群众的狂欢，哪怕他们心里明白这些情感只是表面功夫，只要足够甜蜜，观众还是会舔着屏幕看下去，直到他们的梦被轻轻一戳破碎。至于赵丽颖和林更新，
他们可能也已经习惯了这种为爱而战的模式吧。毕竟，爱与不爱从来不止一面，背后藏着太多心机和算计。但你知道吗？这才是娱乐圈的魅力所在，一场又一场被放大的爱情戏，我们从中看到了他们的光鲜亮丽，也看到了那无数的幻象。总之，这场官方磕 CP 背后到底有多少真爱，估计谁也不敢说得太清楚。不过，反正我看到最后，笑着看着这场游戏继续进行。2. 胭脂热播，赵丽颖领衔，女性谍战新突破引热议。谍战剧啊，说实话，大家伙一提起来，脑子里是不是都冒出那些穿着风衣、戴着礼帽的男主角？再配上点枪林弹雨、紧张追逐，那画面感直接拉满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这类剧里但凡有女性角色，大多也就是个陪衬，跑龙套的还行，要是想当主角，那可真是凤毛麟角。就这情况下，胭脂横空出世了。这部戏不仅让赵丽颖挑大梁，还以蓝胭脂这个女性视角，把整个男性占山为王的领域整出了新花样。故事开头其实挺简单，但你说它普通吧，又藏着小心机。时间轴定在1937年，也就是淞沪会战那会儿，咱国家正乱得一塌糊涂，日本人欺负到家门口了。当时赵丽颖演的蓝胭脂是个没啥复杂背景的小姑娘，单纯爱国青年，一个不太讲究规矩但特有热血劲儿的人物。有一次，她稀里糊涂地拿错了一个胭脂盒，本来想着可能最多赔人家一盒新的呗，可谁能想到这玩意不是普通化妆品，而是一件装满情报的大杀器。这下好了，本该舒舒服服过日子的她，一脚踏进了危险又刺激的谍战世界。从这里开始，你就看见一个成长蜕变过程。从前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生，被推到了战争和信仰选择之间，经受了一场又一场考验。我跟你说，就冲这人物设定，我是真佩服编剧够胆量。在一般套路中，这种角色估计早被写成只能哭唧唧等男主拯救。但蓝胭脂不一样，她后来不仅加入军统，还通过各种行动慢慢认同我党的理想，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值得付出的事业。当然喽，人这一辈子哪可能一直顺风顺水，朋友牺牲、迷茫彷徨这些事都少不了，可越挫越勇，不断找到人生方向，就是他最厉害的一面。说到朋友牺牲，就不能不提冯曼娜这个角色。起初呢，两个人关系特别好，就是典型闺蜜组合。不过事情总喜欢搞点幺蛾子，因为家庭原因，冯曼娜父母成了汉奸，于是她自己也难逃被日军利用，从此走上对立面。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这俩人的关系，那简直像极了一杯甜茶突然掉进醋缸里。本来看得揪心，好在后续剧情给足反转空间。冯曼娜经历种种事件之后彻底觉醒，为刺杀敌方高官先到锋献身，用生命换来了姐妹情谊回归。这份友情弥足珍贵，只不过代价是真的让人心疼啊！除了姐妹情，还有另一层重要联系，必须提周宇浩。他可是条硬汉，同时也是3个人中最复杂的一位。他表面身份是军统内部潜伏人员，其实背地里干的是替共产党搜集关键情报的大活儿，一边执行任务，一边处理与2个女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。他比八爪鱼还忙，而且他还是推动蓝胭脂思想转变的重要力量之一，可以算作启蒙导师加并肩作战伙伴这种双重存在。我觉得嘛，如果没有他的引导和支持，也许蓝不会那么快坚定革命信念。所以2个人虽有矛盾，但更多时候是在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，让观众看得酣畅淋漓。全程亮眼的不止他们仨，还有一些跌宕起伏的小细节，比如窃听器桥段。
当时兰为了完成任务，亲自潜入冯家安装设备，却因此揭发了好友父母叛国事实。再比如特高科头目青木惨败，让观众拍手叫绝；还有新任科长仙道风出现后，对所有人的身份产生怀疑，加速局势恶化。这些节点，每一个都是悬念丛生，总能把你的注意力牢牢抓住。不夸张地讲，当时每晚守电视的人数肯定爆棚，大概连卖瓜子的商贩都会多赚几笔钱吧。当然啦，再好的剧情如果没深度主题支撑，也难称经典。胭脂的妙处就在于，它用娱乐性包裹住厚重内核。一方面展现了抗日时期人人都有责任站出来保卫祖国那股民族精神，另一方面则通过人物命运变化，将信仰斗争刻画得深入骨髓。尤其是几位主要角色，他们每一步选择背后的逻辑，都暗含时代洪流对个体不可忽视的影响力。试问，如果换作今天这样的和平年代，我们还能体会到他们面对抉择时内心翻江倒海吗？更让我欣赏的是，这部剧大胆打破传统格局，把镜头聚焦在女性身上，并赋予其坚韧独立、不输男子气概的新形象。从市井少女一路拼搏成为顶级间谍，没有谁轻易帮过她，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赢得尊重。不仅如此，通过旁敲侧击式剧情铺陈，还隐晦表达出性别偏见问题。例如，同样作为间谍，在很多次行动中，他不得不额外费尽功夫去证明自己能力，仅因社会习惯先入为主，认为男人更胜任。然而现实狠狠甩脸打架，中途多少次惊险任务若非靠他随机应变，还真未必能成功解决危机。所以某种程度来说，胭脂既是一曲时代悲歌，更是一封致敬现代女性力量的赞歌。结尾部分嘛，其实刘白挺聪明，周宇浩最后失踪，生死未卜，而刚经历痛苦分别后的兰却仍要迎接下一轮挑战。这开放式设计不仅给观众留下无限遐想余地，同时也激励我们思考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现代价值取向。如果问值不值得追这部剧，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：千万别犹豫，否则准保以后吃饭聊天落伍别人。